快乐不整虚的，咱的评价都是真的。感谢帮我们发现好去处的大众点评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颜值饥客鲜满10分，感谢颜值下降但鲜味爆表的海天博颜特约赞助播出。可口可乐一生元汽水，快乐不卡顿。本节目由可口可乐行业赞助播出。乳铁蛋白加乳脂球膜，助力宝宝体质双优。感谢真心守护宝宝成长的美蛋陈兰珍赞助播出。好网络就选中国移动，本节目由指定产品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咔嚓咔嚓一起脆翻天，本节目由美味酥脆有料有趣的雀巢脆脆鲨赞助播出。托友全国巡演已经火热开启，打开效果小程序参与城市许愿，享优惠看演出。第二赛段我们叫双擂之战，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双擂之战的第2场擂台赛。我应该生在石器时代。这么多次的演出，这一次我是最喜欢的。如果穿越回去，你可能是曹植呢。不仅在老家活到了120岁，你是怎么做的？好像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他的技能是那个领域展开，最后我们都能到达我们想去的那个远方。听懂，掌声。大家来到由大众点评冠名播出的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3季，欢迎各位。我们现在是第2赛段，第2赛段我们叫双擂之战。这个赛段42组选手，他们组成了14支3人小队，分成2个擂台，每个擂台呢就有7支队伍。那么7支小队表演结束之后，总分最高的那支队伍成为这一场擂台的擂主小队。2场的擂台赛结束之后，节目将根据最后所有待定选手的票数的高低来决定最终的晋级情况。但是我们仍然要把掌声送给我们带来优秀的脱口秀演出的各位朋友，谢谢大家。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赛段的赛段规则。第1支队伍表演结束之后，自动成为本场擂台赛的擂主小队，现场抽取下一支和他 PK 的小队，2队 PK 之后，总分更高的成为擂主小队，继续抽取下一支 PK 小队，以此类推。小队总分最高的成为本轮的擂台赛擂主，全员晋级。而其余6支小队的所有成员全部进入待定区。2场的擂台赛全部结束之后，将产生2支擂主小队。我们所有校友团的朋友，每人1灯代表1票，但是如果5灯全亮，3倍变成10票。现场我们一共有200位观众，所以满票是210票。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双擂之战的第1场擂台赛。第一位要上场的这位演员朋友，擅长捕捉最细微的情感变化，让我们一起来共同感受，掌声欢迎王大刀。我很喜欢他。你们的父母离过婚吗？没有就好。我父母离了，在我小学的时候，刚离婚那段时间，我妈总会上网听歌，感伤流泪，那些歌总是刮风下雨的。为你我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四川本来就没什么太阳，出门是阴天，回家天气更差。
从此我就有了长大之后讨厌的第一个男人——李宗盛。还给我妈唱什么走吧走吧，人总要学会自己长大，劝我妈离家出走，让我自己长大。他们说年少不听李宗盛，听懂已是曲中人。我年少就听李宗盛，不好听。妈妈伤心，我就担心。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偷偷摸她的脸，看她流泪没有。她每次都说：“哎呀，没哭。”我说：“那为什么脸上有些地方是干的，有些地方是湿的？”她沉默了很久，说：“因为妈妈是混油皮。”过了一段时间，妈妈不伤心了。几年之后，家里入住了新的叔叔，还带来了一个男孩，我的后爸和后弟。就在入住当晚，我听见后弟在我妈卧室里说话：“周妈妈，你给我新买的这个文具盒，我太喜欢啦。”他说话结尾居然会用啦，我只会用了。臭弟弟。他察觉到了我的不满，马上说：“姐姐，周妈妈已经爱你这么多年了，她从现在才开始爱我。”哎呦，你们遇到过这么强劲的敌人吗？他才10岁。就这么八面玲珑，油嘴滑舌，他长大会怎么样？我现在知道了，他会成功。战争已经开打，他嘴甜，我就懂事。可你很多懂事的灵感都是从电视上学来的。我走进卧室就说：“妈妈，洗脚。”妈妈说：“谢谢女儿，弟弟已经给我洗过了。” no， 崩溃了。洗过了，摇晃的洗脚盆。我说，所以我要再给妈妈洗一遍，弟弟洗的不干净。弟弟说：“你的意思是妈妈的脚特别的脏吗？”心机 boy。不自量力的还手。长大之后，我问我妈，为什么那个男孩不是你亲生的，你还那么疼爱他？我妈说，因为他嘴特别甜，嘴甜就能激发更多的母爱。我简直追悔莫及。出生之后说的第一句人话就不应该叫妈妈，应该叫美女。后来有一天晚上，后爸和后弟离开了我家，再也没回来。妈妈很难过，我也很难过。想让我妈心情好，可她心情太好，我又担心家里面又要来人了。我要掌握她的动态，我要知道她每天去哪儿，干嘛，跟谁，以及跟谁去哪儿干嘛。她一开始还回答我，后来说：“哎呀，妈妈忙着呢。”居然敢顶撞我了。
我看他翅膀是越来越硬了，不告诉我，我就自己查。翻口袋，犯法吗？翻抽屉，犯法吗？我跟踪他，被发现了。我就开始偷看他的手机短信，他就开始删短信，收一条删一条，收一条删一条。我当时感觉我在抓我妈早恋，他删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有一次我看见他在问对面的叔叔说：“我们刚刚聊到哪儿了？”后来要念高中了，我要念住校，妈妈很舍不得我，说以后1周就有5天都见不到你了。我当时不知道我妈在笑啥，直到10年后的最近，我才知道我妈到底在笑什么。最近我们开启了演员合宿生活，我被迫和一个高中生住在一起。高中生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你想知道我这个玩偶是谁送给我的吗？你怎么看起来不太开心呀？你说我要不要找我 crush 说话呀？凌晨2点了，我想说滚啊，又觉得话太重了，我就只能说滚啊，跟你的 crush 一起。他每天都想知道我去哪儿、干嘛、跟谁。我好想放一首李宗盛的《梦醒时分》，有些事你永远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我想说我没有不开心，好吧，我是有点不开心，但我只想一个人听一会儿歌，流一会儿眼泪，不用担心我，因为眼泪是可以擦干的。如果擦不干，我就说我是混有皮。唉，年少不听李宗盛，听懂已是我母亲，听懂，掌声。啊，别杀我！又想哭一把了。李宗盛，好听，是吧？要满票了吧？我给他要满票了，这个给收付了。来，抓紧最后的投票时间，投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大刀、小杜、小五和 Seven。你们坐在这儿的时候，刚才大刀突然眼神到你们这儿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些害羞吗？害羞？臭弟弟，感觉被喜剧之神注视了啊！是是是，哎呦，上班的人。大老师，王大刀。这么多次的演出，这一次我是最喜欢的。他有节奏，有表达，有笑话，又非常的白痴。因为他非常严重的把前面那个铺的感觉要说一多大一事儿的，然后结果说一个特别缺心眼的一个点，我觉得那个感觉特别好。因为有时候大刀呢之前演进去了吧，自个儿越演越嗨，然后我们就跟着感觉然后得跟着进。但是现在这种感觉释放感特别强，我感觉起码从我作为您的观众、喜欢您的观众来说，这一次是我觉得最享受的。希望您持续这样的套路，太棒了！因为王大刀这篇太好了，它里面讲了3个女人，有一点点类似于3代女人。她的妈妈那样一个女性，可能20多年的一个情感生活，
用特别简单的话，就是叔叔来了，叔叔走了，然后再也不见了。你发现哦，有些时候有些人就是一次告别之后就永远不会再见的，你就感觉到人生的一些起伏，所谓人生况味，那个我觉得是非常高级的一种写法。那些瞬间是触动到我的，因为我有些小时候的生活的经历跟大刀是相似的，我特别明白，就是父母的婚姻的分开或者情感的不好，对于小孩的影响是至深的。可能这种影响是会用一生你要去弥补当年的这个缺憾，它跟你是否乐观、开朗、坚强没有任何的关系。我有时候会觉得他们说文学不是传递，而是触动或者是触碰。我觉得喜剧跟脱口秀也是如此，其实不是要传递什么，也没有要讲什么，就是在那一刻触碰到我们了，所以非常的感动，而且关键还好笑。对，这个特别难，对，这个是最好的，太好笑了，我觉得，所以恭喜大刀。这回开了挂了，厉害厉害。我觉得大刀今年比去年甚至更有进步了，我觉得很厉害。就是从话题的深度、事件的深度和表演的节奏都更流畅了，很了不起。然后我看了你的段子，我也有一个感受，就是逗妈妈开心是孩子的本能，但不是孩子的职责。是脱口秀演员的职责。我觉得他处理得特别好，不是以女儿去看妈妈，而是女性。我现在已经能够理解当年她的那个选择跟做法了，就是我们最终会长到可以理解妈妈的那个年纪。小时候会觉得不了解人类，也不了解母亲，也不了解伤心这回事，所以你就会很害怕。你不知道人原来流泪的时候不代表他特别特别伤心，他可能只是有一点感伤，但你不知道感伤这个词，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意味，所以你就很害怕你自己的母亲被击垮。我跟风信彤一起住以后，我才慢慢有一点真正的好像能理解我的妈妈了。我就是一个很喜欢一个人待着的人，我都没办法想象一个女性她从生下小孩之后，她每一天回家里都有一个小孩，而且我妈妈一定是不想让我看到她哭的，我能非常确保这一点。但你要知道，因为你的存在，你妈妈就不孤单。那小时候有为让妈妈开心做过些什么吗？哦，好惭愧，因为我后来跟我爸爸在一起生活的，所以好像你应该做的比较多。对，我狂做，我大做特做。哇，你很早就会成熟，会想到这些。我小时候会认为我爸我妈他们就会快乐我的快乐，痛苦我的痛苦，所以我没有想过他们会有他们的痛苦。我母亲的心情在我的世界占比太重了。我觉得你有这样的感受，是因为你的父亲，他就是不会把那样的情绪带到这个家里面。你说特别对，我爸是个非常优秀的一个男性，我现在觉得，这样讲真好，感觉他还活着似的。肯定还活着呀，只是现在看不到了而已。就是。那两位想对小时候的对方说些什么吗？那我就告诉他，没什么，将来还行，将来还挺好的。我觉得你在哪儿就很好。You are amazing 。他摸我了。大刀确实越来越让这个舞台成为了你自己的舞台，再次掌声送给王大刀。来，我们也请小四爷和杨欣回到台上，同时史岩、小齐、瑞瑞也再次回到台上。先来看一下王大刀个人得到的票数是我觉得肯定205以上，应该是票王。王大刀得到了206票的高票，全场最高分。但是在攻类上，总分仍然略逊于类主的总分，所以王大刀、小四爷、杨欣3位进入待定区，小齐、史岩和瑞瑞仍然回到类主的位置。
截止到目前为止，这个擂台现在得票最高的王大刀，再次掌声送给王大刀。钟欣桐同学，刚才大刀姐提到了你的感受是？因为我真的一直很喜欢王大刀，所以我一开始就是求着他，我说我能不能跟你一起住啊？然后反正我们后来就一起住了嘛。然后我确实总爱跟他讲话，然后他有时候晚上会在房间说，就是不要跟我讲话，现在是我的私人时间。但是反正我很为他开心。特别好，最后的哼哼两声，说明欣桐挺好的，需要慢慢长大啊。来。我们再次感谢刚才这一组的表演，同时3位，现在还有2组，抽吧，快抽吧！我操，都不好接，还有个经验，有可能我们是最后一组，你可以接住。如果要抽到你，但应该不一定。顺其自然，顺其自然。需要你们来在有缘箱里边寻找接下来要上场的一组。哦，接下来要上场的被抽到的公类小队是翟晓明、世玉、陆恒。咱们最后一个。本队要出场的第一位是我们的新朋友，掌声有请翟晓明。Hello， 大家好，我是翟晓明，大家晚上好。特别开心给大家讲段子，然后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翟晓明，是一个山东人。今天想跟大家聊聊我爸爸。我爸是一个蛮严厉的人，在我小时候遇到困难，他从来都不会帮我。有一次我被我同学给打了，告诉了我的爸爸，他只给我说了3个字：打回去。学会了。有一天我看到我的爸爸在我的面前摔倒了，我说站起来。我爸站起来，然后打了回去。我爸真挺严格的，他还会控制我的兴趣爱好。我小时候很喜欢看动漫，现在看动漫的环境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好太多了。现在看动漫会被叫做2次元，我们小时候看动漫被叫做小鬼子。我爸不让我看动漫，但我很叛逆。有天我趁我爸上班不注意，我买了一堆美少女战士的海报，贴满了我的房间。我当时想代表月亮消灭我爹。我爸回来之后疯了，他冲进我的房间，嚎叫着跳到了我的床上，当着我的面把那些海报全都撕下来了。我在旁边我都看傻了，我说我的妈呀，手撕鬼子啊！而且在我小时候有一档教育类综艺节目，对我爸爸的影响特别的深，叫《变形记》，大家知道吗？哦，都知道啊，就是把那个城里的富二代送去农村，跟农村那种比较贫苦的孩子这么做交换。我爸看完那个节目非常激动，看完之后每天见我第一句话就是：翟晓明，我真该把你这样的送去参加一下变形记。我说好呀，爸爸，我也想去城里看看啊。我不理解他怎么把自己带入到城里的家长了。我跟城里那些富二代完全不一样，那些节目里的玩的富二代，他们打架斗殴，甚至敢打家长。我在我们家被家长打到变形。但我爸非常喜欢变形记。其实长大之后我才明白，变形记这个节目当年播放的时候，不仅是给我们孩子看的，也是给那帮家长看的。因为他给家长的教育失败找了一个非常好的借口。我爸看完变形记，他就觉得他之所以教育不好我，就是因为他太有钱了，他不该让我过上幸福的生活。从那之后，我在我们家里过得舒服一点儿，我爸就难受的要死。我在家里看个电视，我爸从他的房间里跟个鬼一样飘出来了。哟，农村的孩子他们能看电视吗？我有次买了个汉堡回家吃，我爸彻底疯狂，说哟，我真该让变形记这个节目组来拍拍你这奢靡的样子。就我爸看完变形记，他就一个想法，必须得把我送到农村去。在我10岁那年暑假，他联系了一个远房亲戚，
要把我送到农村待7天。去之前，我爸特别看不起我，甚至嘲讽我，说翟小明，就你这样的去了农村，你连厕所你都不会上，你见过什么叫旱厕吗？我去了农村之后，亲戚对我说的原话是：“哎呦，谁家这么穷了还用旱厕啊？”我爸小看农村经济的发展了。我和我爸去亲家第1天，被亲戚的富裕程度震撼到了。我们推开了他院子的大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栋3层大别墅，1层1台电视，我看都看不过来啊！我当时才10岁啊，我看到时候我想的是农村确实好啊，城里没有这些。来的第1天，亲戚问我爸说怎么想着把孩子送农村来了，我爸装起来了，说小孩城里待惯了，送农村来玩几天。亲戚太朴实了，他就听到3个字玩几天。我在那边待了7天，一点农活都没干。我每天的生活就是遛狗、赶集、看落日。我把变形记过成了向往的生活。来的第1天，亲戚觉得我在城里吃的不健康，特地给我杀了头羊，做了烤全羊吃。哇！朋友们，这比汉堡好吃多了。亲戚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真想让变形记来拍拍我这奢靡的样子呀。不止亲戚招待我，他怕我玩不好，找了个年纪跟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带我在农村深度体验、深度游玩。农村的孩子都比较野性，比较自由。那哥们儿见我第1天，说明哥，今天带你去我们农村最好玩的地方，让你玩上1天。他带我去了网吧。那我真的有点害怕了。我也没想到我爸送我来农村，磨练的是我的意志力啊！我不敢进去，我说我爸知道把我腿给我打断了。他说没事，明哥，网吧不行，带你去我们农村第2好玩的地方。他又带我去了游戏厅啊！我说这个行，我爸没说这个不让进。我进了游戏厅，邂逅了我来到农村遇到的最重要的一个女生，不知火舞。我打了7天的拳皇9期，我来到农村最大的收获就是嘎韭菜。等我爸来接我那天，我已经和农村融为一体了。我爸来那天觉得我在农村受苦了，给我带了汉堡来。我提着羊腿就出去了。我说爸，你怎么还在吃这种垃圾食品呀？我爸在一堆亲戚面前宣布了要带我回城里，我当时泪水直接下来了，我哭得像变形记里边要去农村的孩子。回到家，我爸觉得不能白让我去，非得让我写一篇感想。我当时才10岁，我不知道我爸送我去农村是让我干什么的。我那篇感想，我当日记写了。我的标题是我在农村的幸福生活。开头第1句把我爸都搞得有点破防了。我写我在农村终于住上了我梦寐以求的大别墅。现在变形记已经停播了，我其实觉得蛮可惜的，完全没有必要停播，咱可以与时俱进改变一下。你别光交换孩子，你交换一下原生家庭，对吧？哎，我爸既然觉得我这个孩子不好，那就把我爸交换出去，送到富二代那边，让富二代打他一顿。等到我爸被打了，我就可以替小时候的我对他说出那3个字了，打回去。姜日下的米谢谢。顶住了，顶住了。投票倒计时
再次掌声送给翟小明。小明，上次讲到了你父亲让你去学拉丁舞，这次又是他把你送到农村。你爸还对你干过些什么？真的是，你爸就不喜欢你在身边，对不对？就是老给你送出去。还让我参加过那个星光大道的预选赛啊，但不是 CCTV3那种，是在我们老家临沂那种线下的预选赛，就是让我参加各种各样奇怪的活动。他的父亲还是挺希望他挺好的呀，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啊。我有好奇一个事情，就从上一次听说，就你爸爸让你去学拉丁舞，然后这次让你去农村体验生活，你爸爸说什么你都会去做吗？你有抗拒过吗？拒绝过吗？不听话打呀，我打不过他。行啊，谢谢这么简单粗暴的答案，感谢，我想多了。我觉得小明是一个形象特别温和、有喜感的人，所以他的形象就消解了这个话题本来可能会带给我们的一些冲击。其实这是个小孩儿，他是没有能力去抵抗什么，也没有能力去选择什么，其实是有些沉重的。但是因为你的形象，还有中间从城里移到了农村，非常美好的乡村生活，把这个里面的可能有的痛苦，甚至一些残酷给消解掉了。其实我听完以后还是会有一些感慨，还会有一些感动的，因为我会觉得有些时候，哪怕是亲如父子或者亲如母女，可能爱是会错位的。对，其实最好的爱就是此刻我以我会的方式尽可能的爱你，我也期待你能够接受我这样的方式，这可能是爱的最完美的付出和收到的一个过程。但很多时候我能给的和你想要的并不那么契合，那可能就是爱的错位，可能就是有痛苦产生的时候。对，其实会有些感慨，会有些感动啊！谢谢小明，谢谢陆毅老师，谢谢陆毅。翟小明老师的特点就是嗓音很浑厚，然后表演节奏也很稳定。那我想，可能是不是可以出梗方式或者技巧再稍微多一点？就像你最后用了一个那个假设，爸爸可以交换嘛？我感觉如果再多一点类似这样的，可能会更好一点。明白，行，谢谢姚老师。所以再次把掌声送给小明。我们也来看一下翟小明得到的票数是。来，谢谢小明，先回到自己的小队。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演员，他是一位来自大山的孩子，甚至于连他的溜肩都是山的形状。掌声欢迎世越。大家好，我叫世玉啊，我是去年刚刚研究生毕业离开大学，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下我的小学。我小时候来自陕西南边的秦岭大山里边，上学需要每天走4公里的山路。你们知道4公里山路对一个小孩来说意味着什么吗？太好玩了，那路上可以上树下河，每天到学校最大的感受是，终于能坐下歇会儿，玩得太累了。我们的教育理念就是玩累了咱就学一会儿休息一下，而且你必须休息好，因为放学回去还得玩呢。所以说你这不强行美化山路自我欺骗吗？其实你小时候肯定很羡慕城里小孩，说实话真不会，小时候没见过城里小孩。你们这城里小孩根本不知道每天上学玩4个小时是几个小时，因为你们根本没有玩过。我感觉我们上学那就是每天翻山越岭赶去学校聚一下。就是书包里边带着语文、数学、蛤蟆，从小就玩打野。但我们还是很看重教育，我们当时上的都是20个人的精品小班儿，因为村里边就这么点人了。班里边坐了4列，分别是1年级、2年级、3年级、4年级。就你们的大学校1个年级有好几个班，我们是1个班有好几个年级，那个分布是大杂居小聚居。班里边交朋友都属于是忘年交。至于5年级、6年级怎么做呢？因为他们学的要难一点，所以我们是没有5年级、6年级的。老师当年只学到4年级，我们上课也是4等分的，就是4个班挨个学10分钟，刚好1节课40分钟，一个课堂拼盘儿。
这个关系就是4是4，10是10，4是4啊，4是4，10是 OK 好啊，这是第23次失败了啊。反正就是一节课我们是自习30分钟，只用学10分钟，所以我们没有美术、音乐这种课，因为留给语文、数学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尤其不能有体育课。小学生每天来回8公里的运动量，你要是再上体育课，就这20个小孩还得少。每天来回8公里来读书，都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但是行路难，行路难，它难于上青天。但是一行白鹭上青天，白鹭是24节气之一，是不是跟不上了？跟不上就对了，这就是一个教室坐4个班的感觉。我们的学杂费一点都不白交，都学杂了。我们上课最难的是要做到两耳不闻窗内事，因为窗外真的很安静。学校为了鼓励我们，在墙上写着“知识改变命运”，但是有一次下场大雨之后，墙上只剩下2个字儿“命运”，下面还有红漆往下流，感觉命运老惨了，而且那个命运的命啊特别长。当时感觉命运是又惨又长，我们都决心要改变这种命运。我同桌说他长大以后想做防水。你就说改变没改变吧。我是决心要好好学习的，但是最烦是亲戚老爱问你，说考班里第几名啊？这个真的很难回答。我不知道怎么定义我们的班里。你看有人还是跟不上，我跟你们这城里人说不明白了。因为我们班里有4个赛区。想想我说我是年级第1，他说那在你们班呢。不是，一般人是问不出这种找茬的问题的。正常情况下，年级第1肯定就是班级第1，但我们这儿确实是班级比年级还要大。我说班里也可以是第1，但是同时还有4个并列第1。2年级之后，我爸让我转去镇上，给我说什么穷啥不能穷志气，穷啥不能穷孩子，穷啥不能穷教育。我听完想说，爸，穷啥呀？他不能穷讲究。怎么穷人说法这么多呢？本来我就不想去镇上，但是我那会儿年龄小，就是胳膊是拗不过大嘴巴子的。谁说父爱无声了？有声有色。去镇上非常不适应，他们老问我说：“你们家住在哪个街道呀？”我说：“这个我还没有接到通知。我们那儿都不说街道，都说山头啊。”最不适应的还是上课，因为他们班里就1个赛区，这就导致他们一学就要纯学40分钟，我受不了。我习惯了先学10分钟，再休息他半小时啊，由奢入俭难呀。因为我上过村里的正规小学，我觉得我肯定是跟不上了，但也不是我装啊，期末考试又是年级第1，就是很奇怪啊，有些知识点虽然是第1次学啊，但是总感觉有点印象。然后班里之前那个第1很疑惑的过来问我，说你是从市里边转过来的吧？我说我从山里边转过来的。他说现在山里发展这么快吗？那你一定学得贼刻苦吧？我说不是刻苦，是课多。我1节顶你4节。然后真的也不是我装，从这儿之后我就开始蝉联年级第1，直到5年级。库存不够了，学不会。我也是第1次接触5年级，一点印象都没有，因为我学习走的是印象派。
我之前能拿第一是因为5年小学4年模拟，现在没有拿第一是因为5年级转来另一个小孩，他一来就抢走了我的第一。当时我就知道他们村儿肯定更穷，他们一个教室起码坐6个年级。我说你是从隔壁村转过来的吧？他说他从市里边转过来的。我说现在市里发展这么慢吗？你转过来太是时候了，我刚过巅峰期。他说那你可以往村里边转，回不去了。我已经5年级了，村里边最多到4年级。我现在回去干啥呀？支教啊！但是其实我是真的回不去了，因为在我转走的第2年，学校就倒闭了，教室都塌了，因为没有做防水，孩子们都转去镇上了。但是我小时候真的在山里边特别开心，如果有机会可以让我重新回到山里边上学的话，我不要这个机会，因为我现在觉得小时候过得还挺苦的。但我也不是否定小时候的开心呀，只是视角不同罢了。现在是1.7米的视角，我站在小时候1.1米的视角，那时候的状态就是穷啥呀，他就要穷开心。哎呦，真的就像大老师这歌词里边写的，小小的人儿啊，他抓蛤蟆，天天就爱穷开心。小小的人儿啊，他改命运，嘻嘻哈哈只能穷开心。谢谢大家，我是世玉。来，各位抓紧手中的投票器 ，OK 键确认，投票倒计时。来，再次掌声送给世玉。谢谢，谢谢。啊，世玉上次讲的是溜肩，溜肩，这次讲的是自己上小学的这个经历，太有意思了。其实世玉就是他的语速语感，哎，很有特点，是吧？可不嘛，哎。哎呀，穷开心老师，穷开心老师，对，您那个村里头买的这个专辑，听到过这个歌词吗？小小的人儿啊，抓蛤蟆呀。你为啥在歌里写抓蛤蟆呢？对，抓蛤蟆，听着好开心啊！就是以前这个路上能跟各种各样的那个小动物一块玩。对，有时候这其实真不想上学，就是因为路上玩的太开心。我也有过相同的经验。哦，您小时候？对，我小时候也是一样的。我们班当时是只有7个学生或者6个学生，也是1年级上完，然后其他睡觉了，2年级上，然后、对，然后当时我们也是木头建的，就我发现我怎么没有发现，就生活当中那个时候有那么多的趣事儿。你那个学校没有一个命字吗？那个命字留下来红摊儿。我们学校真的没有命。你们学校做了防水，对不对？我们没有，我们是木头的，真的不是防水，它就感觉一下雨里面就在下小雨。但是真的很奇怪，就现在回去看，你会觉得好惨。但是我突然就觉得还好，自己小时候的自己就心眼比较大。对，就是小时候感觉挺开心的，所以我觉得你们的视角永远是最丰富的，我真的很喜欢。他这段真的是渐入佳境，越来越好。其实是用一个特别轻巧轻快的一个视角口吻，讲了一个还蛮沉重的话题。就最吊诡的就是特别快乐童年，恰恰是因为教育资源极其的落后，所以就是很感动，就能够听到不一样的孩子们的童年的生活。谢谢罗毅老师，谢谢罗毅老师。我觉得世玉很厉害，确实是把内核有一点沉重的事情讲得很含蓄、很轻松，然后语调和风格也很温和，就说明这其中的场景很丰富，然后文本的技巧也很好，很厉害。谢谢您老师。哎，世玉，我能问一句，你觉得沉重吗？你觉得就是说那些什么内核那些东西？我觉得我处理的应该还挺好的吧，就是。现在最大的影响，反正现在就是，相对比较乐观嘛。站在小时候视角他是穷开心，现在成年人视角，大家也应该穷开心。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心态，你得在苦难中找出你的光，找到你对生活的向往。所以从小就可能会相对独立，自己从小很小就开始学做饭，我一直对做饭还是有兴趣的。我们准备做油泼面吃，倒入面粉，清水旋搅，倔强的粉末渐渐服软，抱成一团。你会揉面？揉、压、摔、搓，面团被训得光滑柔韧，仿佛在嘟囔：服了，服了。猛地摔向案板，这一声
就是洞里的开饭号令。沸水下锅，面条如蛟龙撒欢，稍后捞起，附上辣椒面、葱花、蒜末，烧到冒烟的菜籽油，当头一泼，那股香瞬间戳中每个大王洞居民的魂儿。油泼车面，怎么说？有说法没？人类的语言在这盆面上是苍白和无味的。疯了！哇，绝，太香了！这是我第一次吃非商业的手擀面。我山西人对面很严格的，你看着吧，对不对？你看着吧。这怎么吃嘛？原地涮3下。这是标准，这对着蹲着吃。我对于 noodles 是有近乎疯狂的严苛的标准，但是世玉的油泼面，感觉我就回到了白鹿原。关键就是它做起来就让你看起来觉得很轻松，但它那种轻松你可以感受到背后是很多经验在里面。我先去彩排了。我送送你。慢走。诗玉，早点回来。诗玉。记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太有活了，走了。还扯吗？诗玉，不扯了。那天做了那个油泼面之后，大家吃得很开心，我确实也很开心，很喜欢这种被别人认可的感觉，感觉更亲密了。再次掌声送给诗玉，谢谢大家。同时，我们也要来看一下，在全场的投票结束之后，诗玉得到的票数是。180以上，190。厉害！诗玉得到了202票，诗玉回到自己的小队。接下来，掌声欢迎陆恒。陆恒加油！ Hello， 大家好，我叫陆航，我来自广西柳州。不用猜了啊，就是一家螺蛳粉店的老板。现在店里每个月扣除固定的3万开支以后呢，还能足足净挣4、5千。收入可以跟店里的阿姨对比的话是平分秋色，地位也是平起平坐。 生意很一般，但是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一个2岁的女儿，非常的漂亮。其实她的漂亮跟我有很大关系的，主要是靠长得不像我。我挺害怕，每次带她出去玩的时候，特别是在电梯里面的时候，总有人会忍不住问：“你女儿？你女儿？”我说：“对的。”然后她说：“哇，宝贝。” 你运气好好哦。有些人更过分，问你女儿，我说对的，然后她就拍着她的老公，她说你看，然后就不说话了。她老公也不知道该看哪，因为接下来的话很难听。我无所谓，任何人觉得我女儿长得不像我都无所谓，我也拦不住，对吧？但这个人不能是保安。 因为他觉得不像，他会拦住我。有一次1岁的时候，我带我女儿去商场玩，那天回去她哭得非常的厉害，保安就过来问我先生，为什么这个小朋友哭得那么厉害？当时我非常的生气，我说你不会觉得我是人贩子吗？然后他就叫我不要把话说得那么直接。他说那你怎么证明你女儿是你女儿？你能让她喊你一声爸爸吗？我说她都还不会说话。他说那没办法。 你只能等。我说等什么？等他会说话啊？他说等警察来。后来警察跟我老婆都来了之后呢，确实证明我女儿就是我女儿之后，
警察说的第一句话我也很震惊，他说人不可貌相啊。后来他知道搞错，就一直跟我道歉。他说对不起，浪费你的宝贵的时间。我说你不用跟我道歉。如果我今天真的是一个人贩子呢，对吧？你也没有私心。他就笑了，他说如果你真的是人贩子，我年底可能就转正了。我女儿是8月3号出生的，当天我也在医院。进产房之前，医生就把我拦在外面。他说以他多年的经验，我进去没有任何的作用。当时我非常的生气，怎么可能没有作用？我可以进去给我老婆加油打气。哇，到了里面之后，我才发现我唯一的作用，就是证明医生是对的。我看见我老婆就躺在那里，我一点忙都帮不上，我就心里面一直在忏悔。我觉得我对不起她，我经常欺负她，我会讲那种很冷的冷笑话去冷她。你们想听吗？想。不想听的也得听。我问他：“你买过恶猴吗？”恶猴。他问我什么是恶猴，我说恶猴就是上小学的时候，有人用火柴盒会装一只会飞的虫子，2毛钱一个，你给他2毛钱，然后他把火柴盒递给你，你打开那个盒子，虫子就飞走了，然后你就恶猴。哇！我当时满脑子都是这个冷笑话，满脑子都是恶猴。恶猴，恶猴。医生就问我在想什么呢？我当时随口说了一句，我说恶猴。他说你也别恶猴了，你都进来了，你跟宝宝聊聊天，他能听得到。我说我不知道说什么。他说其他的爸爸一般会说宝贝你赶紧出来，以后爸爸带你去买糖葫芦。我说那我懂了。我说宝贝你赶紧出来，爸爸以后带你去买恶猴。医生当时就很震惊，问我什么是买恶猴。再讲一遍，加油。然后我又把这个冷笑话完完整整的告诉了他，他听完之后就很有礼貌的叫我滚出去。不到10分钟，我女儿就出生了。她打开那个门，她说：“来，恶猴，过来，过来，过来。”然后开始数我女儿的手指、脚趾，1、2、3、4、5 ，OK， 没有问题。然后开始拍了她一下，我女儿哇就哭了，她就跟我说：“啊，孩子没问题，赶紧去充钱吧。”什么？就感觉好像刚才他帮我激活了一张卡，知道吗？拍了一下就激活成功了。你们就会觉得养小孩子会花很多钱，对吧？No， 不好意思啊，美国口音比较重啊。我不这么认为，因为他能花很多钱的前提是得我们有很多钱。我在柳州生活，1个月就4、5千，他能花多少？花完就4、5千，而且孩子吃的也非常的少，超市还有那种试吃的，我经常带他去。你们也会觉得养小孩子会浪费掉我们宝贵的时间 ？No， 你们忘了吗？我1个月就4、5千，那些怎么能算是宝贵的时间呢？我算了一下，1个小时就5块4毛钱，都没有充电宝贵。养小孩子确实是花掉了我们的时间跟金钱，但是也是有好处的。你妈永远都不会再催你。我妈以前经常跟我说：“哎呀，现在也退休了，不想玩麻将，就想玩玩小朋友。现在国家政策那么好，生了就给你带。”自从她带了我女儿2年之后，突然有一天她跟我说：“儿子，我想玩1天麻将。”我觉得我老婆生我女儿非常的辛苦，我有时间我就会多带我的女儿。我发现最大的好处竟然是我找到了我自己，哇，找到了那个曾经快乐勇敢的我。因为我发现我女儿每天都很勇敢，每天都很快乐。我们现在长大了，已经变得没有那么勇敢了。我现在都很少敢说爸爸我爱你，除非我经济很困难的时候。我现在跟我女儿玩久了，我也变得非常的勇敢。我敢做我小时候才敢做的动作。我推着她的婴儿车在公园跑的时候，他转头跟我说：“爸爸，你可以像孙猴子一样。”真的，朋友们，我放飞了自我，我推着他的婴儿车，这边再来一遍。哎，此时此刻，可能有些人感受不到我现在的快乐，对吧？不重要。今天录制完之后呢，就由张绍刚老师以这个样的动作带着大家跑出这个录制现场。
你一定会很开心、很快乐，好吧？因为那个就是曾经的你。有一天，我又带他去商场去试吃，我有感而发的说了一句：“我说等你长大了，爸爸就变老了。”我女儿哇就哭了。我问她为什么哭，她说她不想爸爸变老。我问她那哭又有什么用？她说她平时不想吃饭、不想睡觉，哭就行。她觉得哭爸爸不会变老。我当时觉得很感动，我就问她：“你能不能不要爸爸一个人带你来商场的时候哭？”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是陆恒，谢谢。来，投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陆恒。陆恒，你上次讲的是你经营那个螺蛳粉店嘛？啊，对。然后你觉得今天的状态比上次是不是要轻松一些了？对，我特别爱我女儿，然后我讲她的时候，我特别有信念感。但是你讲那个卧活的时候，第二遍并没有信念感，我们都盼着你就是把那段话再重新一模一样的说一遍，然后那样就会特别的无聊，然后我们就会觉得那个特别有趣，但是你居然略过了，哎呀，当时我们失望了一点点。我怕大家就是冷到了，我就不会讲第二遍。我觉得重复就是力量，你讲第三遍的时候，大家就会笑了，开始就变成梗了，对。哦，也许哈，谢谢，你去试一试吧，一定会超级冷的。然后就是妇女的话题永远都会很戳我，可能是我的软肋吧，因为我是一个女儿，我的父亲不在了，那我会很怀念他，所以有关的话题就会很戳中我，非常喜欢这一段。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温馨的作品，然后我觉得保安那段就效果很好嘛，但是电梯里那一段就稍微有一点让人困惑。那个你看的那个潜在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人说，你看这么难看的爸爸，都能有这么好看的女儿，我们就不用担心。哦，是这样的，苗苗老师，经常会有人说，你看人家的孩子多会长，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咱们没有心机啊，所以不太懂这个话里有话的这个。邵刚老师就是善良，给我们分析。真的要活到老学到老。来看一下，在陆恒的表演结束之后，他会得到多少分？同时，我们也请小明、世玉两位来到台上。来，第三线也再次回到台上。在观众投票结束之后，他的总票数是162啊！掌声送给小明、世玉和陆恒，你们小组要进入到待定区。这一组的擂主实在有些无聊，我很想看所有人都在城头变换大王旗。结果没想到你们这组往那儿一屁股坐下去，你们的屁股倒挺沉，来回去坐着吧，啊！世玉太棒了，世玉！又给你自己看哭了，我差点硬忍。这榜牛啊！我要好好体验一下。火锅不够，还有还有烧烤、米粉、早茶、小笼包、湘菜海餐。再玩点啥吧？贝拉达，还必须得坐一次直升机。哥们儿，是大众点评必吃榜和必玩榜啊！真实评价靠得住，这榜确实牛。这一组的擂台最后要出场的这支小队，海南大明星岛主、废品站贵公子 PZ， 以及王好想的父亲王继业。继业挺强的啊，来了。这是有可能，这有可能。这组可以，这组有一拼。第一位要上场的，看到他就让我们想到夏天、岛屿、椰林、海风。掌声有请，来自海南的岛主。
谢谢你们。那我们直接开始吧。又开始了。大家好，我是岛主，我是个纯天然无添加的海南人。有人说我像北京原始人，山顶洞人，还问我有没有因为长相记杯过。没有，我长得不丑。谁在质疑？谁在笑？我只是生错了时代，我应该生在石器时代。我在石器时代肯定属于偶像级别的原始人。我和我弟、我堂哥、表哥们站在一起，我们是石器时代少年团。前段时间，我看到个原始人电影《北京人：人类最后秘密》，招募长相原始人的演员。我的人生角色终于来了。初试，我走过去现场问一下怎么报名，就通过了。初试通过，让我去复试。演情绪，就是微表情。开心我是这样演的，害怕我是这样演的，愤怒我是这样演的，惊悚我是这样演的。演技很差是不是？还是通过了。你们有被自己的天赋吓到过吗？导演说长得太像了，长得就像会用石器生活的。这句我翻译过来就说我长得像不会用电器生活的。导演对我一见如故，热情要送我回家，问我住哪儿。我不敢跟他开玩笑说我住在动物园附近，我害怕他送我到猴山。复试通过，我发现选上人都跟我长得差不多，个个都像我部落实战多年的兄弟姐妹们，让我们学习培训怎么当原始人。我在里面学习得很快，拿棍子在那里，导演说你们就跟他学。谢谢你们帮我翻译。导演说你们就跟他学，他是原始人教科书级别的演技。制作武器，让我们把石头打出锋利的石刃，绑在木棍上用来打掠。我不知道上海公路怎么回事，我在海南讲普通话他们都听得懂的。上海还需要进货进货。没戏没戏，我们继续吧。继续。还有积石取火。积石取火就是两个石头互相敲击，迸发出火到火绒上。我觉得麻烦，偷偷拿打火机就点燃了。导演还夸奖我呢，这个原神真聪明。他是我们第一个发明火的原始人。培训的时候，我最喜欢吃的是剧组的免费盒饭。有些原始还嫌弃呢，
说盒饭真难吃。我说盒饭有菜有肉多好啊，能吃饱我也很开心了。我连欲望都很原始。今天来到脱口节目组，不仅有免费盒饭，居然还有茄皇吃。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每一桶茄皇都有约1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番茄汤底酸甜浓郁。茄皇，我在原始部落哪见过这种好东西啊？我们还有个培训环节是分享食物，就是部落人把咬过一口食物分给我，我有点嫌弃，我就找另一边没咬过了来咬。导演看到了，跟我说原始人是不会觉得脏的。我说导演，培训的时候不用真吃吧？真人在真吃，真把我当原始人了。我都害怕，我说不会到时候截片抽肉给我截是贝壳吧？培训期间还请那个语言老师教我们原始语。好么不？阿达，本，低呀，我一听就知道他们是瞎编的，有点像我们海南话。老师教我原始语，但我说海南话还是通过了。没人发现。老师还问我呢，哎，你怎么每次原始都能说的一样啊？我说海南话我当然说一样，这是我的母语，我甚至都不用说海南话，我有时候普通话说得快，也像原始语。培训完开机没选我啊，他们选好看的。我说怎么到石器时代也卡盐啊？导演拒绝我理由是你很好，但如果选择你的话有点丑化原始人了，得不到尊重。虽然最后没有当上电影中的北京原始人，但我现在心态发生很大的变化，我觉得我祖先就是北京人，现在的北京人都是新北京人，我们是被赶到海南岛的。哎呦喂，哎呦喂，我才是正宗老北京，正宗老北京啊！现在我终于知道我们海南为什么简称穷了。穷是王加金。京城的王子，京城的王子，我们就是在隐姓埋名，总有一天我们会去北京拿回属于我们的山顶洞。我们祖先是最早一批逃离北上广的。北京欢迎你。这句原始的意思就是北京欢迎你。这个电影名叫《北京人：人类最后秘密》，这个秘密就是北京人是我。现在脱口秀节目什么赛道演员都有了，穷人、富人、丑人、美人、高人、矮人都有人了。没戏没戏，我是智人。谢谢你们，我是岛主，我要直立行走下台。哎，岛主，演得太投入了。来，投票倒计时。掌声送给岛主。
刚才你讲的那段是一个真实经历。对，我最喜欢吃里面的盒饭了，记忆犹新。这个电影拍出来了吗？现在还在展映阶段，还没有全球上映。这是一个法国导演叫雅克马拉泰尔，他拍了一系列的纪录片，就有真人演的纪录片，就是有情景再现。对对对，他还真拍过一部叫《智人》，还拍过一部叫人类进化史诗，那个评分都非常高，都差不多8点几分9分。这位老北京啊，你好啊，老北京人、老乡啊，老谢啊，老谢，我特别喜欢你每一期第一次在他每回一场说，那我们开洗吧，就感觉穿这身衣服就要开始洗起来了。然后，哎，岛主，哎，你平时生活应该是一个就是非常放松的人，对不对？非常自然啦，非常自然啊，非常自然啊，哎，就是他，就感觉他这个人在太阳底下没什么事能站一天那种，你知道吧？我特别希望他前面摆几个椰子，感觉是卖椰子的哈。我聊呗，反正一下午呢，你说呗，就是对。其实他们岛主看多了哈，感觉哇塞，还有点耐看哈。哇，我说句实话，我中间有一段时间产生幻觉了，我好像总以为是一个真的原始人老师在跟我们分享他这段时间当人类的生活，没有开玩笑，就是好特别的一个类型的演出，其实是因为蛮难看到的，因为其实就是从我难看吗？这词儿要说出来吗？不是不好吧？蛮难看到的，就是很珍惜，因为像这样的天才演员其实很难遇到的，然后还刚好这次很幸运能够在线下看演出，真的我不光感受到你的这个松弛，还有从你的所有的这些经验故事里面能听到你对文本的一些思考跟这个逻辑的这个表达，我觉得还是非常清晰的，就是那个智慧的智，很喜欢很喜欢。他其实很奇妙，就你说他是生涩呢，还是有经验呢？因为今天观众过于热情的参与，明显是打乱他的节奏，但他又很自然的把这个融为他表演的一部分，所以好像他又对这个舞台是很熟练的。然后他的这个台词的确有时候我们是听起来是有一些费劲的，但是又是浑然天成他的表演的一部分，所以就很奇妙。我现在也搞不清，但总之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对，就是当大家开始在学你的某一个词的发音的时候。你会觉得被打断或者没有啊？因为我觉得演出就是大家一起的，共同完成的。对，这个好，就一起。谢谢你们，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今天。我们看一下，岛主拿到的现场票数是。应该很高，190到200，190以上。194票，恭喜岛主。厉害哦，非常厉害。我觉得岛主非常可爱，起码是我学习的对象，就是他无视这个世界什么样是对的，什么是你应该做的，什么是应该追求的，没有，我就这样活着，就这么简单。我现在想起来，胸无大志的人，快快乐乐过完一生，好棒啊！我好喜欢这样的人。我说他在他们这大王洞里头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每天早晨，一件神秘的织物会准时出现在这里。科学家认为，这是一种庄重的领地宣告，仿佛在告诉所有路过的同类，这里是我的地盘。此时，我们的隐藏摄像机记录下了这个惊人的画面。岛主正进行着一天中最重要的能量获取——光能补充。正当他贪婪地享受着阳光的馈赠，赵月走了过来。你咋这么快乐呢？就要开心，人呢就要开心。啊，你坐这里，这舒服。你先坐这儿，我坐这里，我5分钟。不，你就在这躺着。我希望你一集快乐。现在，画面切到了一个
更令人费解的场景。他在跟一只鸭子交谈。是的，一只鸭子。哎呀，没看出来鸭子不乐意了，还跟人整啊，真遭罪呀这鸭。嗨！通过这种无意义的互动，他成功地将自己从高压的现代生活中抽离出来。这或许是人类进化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无用发明。在这个被速度和数据统治的时代，岛主选择了一条截然相反的进化路径。他究竟是退化了，还是进化到了更高级的形态？这个答案可能就藏在他明天的日光浴里。这里是托友频道，我们在大王洞为您发回的独家报道。这个小队派出的第2位仍然是新人演员，掌声有请 TZ。 红中。OK， 谢谢大家，我是 TZ， 我不是原始人啊，但是我是一个外地人，就是我是去年3月份在那个老家说脱口秀混不下去了，然后我就来了上海，来了之后发现全是在老家说脱口秀混不下去的脱口秀演员，你知道吗？就基本上都坐在那边，开玩笑，没有。就我感觉上海的脱口秀演员越来越多了，就是我有时候在想，我说会不会过了几百年之后，上海全是脱口秀演员的后代了？到以后的上海人见面一打招呼都说：“哎，你祖上是哪一年的大王？”确实啊，脱口秀大王太赚钱了，所以就好多人都想说脱口秀嘛。但我发现现在是不是就是为了防止以前那些脱口秀大王太赚钱，割据一方？你看，所以现在节目每年都办，而且越办越多，大王也越来越多。这个大王越多呢，大王就越小。这个学过历史的都知道，这个是为了削弱脱口秀大王的势力，加强脱口秀中央集权。他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脱口秀推恩令。你们很懂权谋啊！就来上海还是很激动的，就来上海的第一件事，我就迫不及待的去了那个外滩，终于看到了我从小到大都特别想看到的外国人。真的，就我有时候看到4、5个外国人在那走，我会忍不住走到他们中间，假装自己出国了。就我为什么那么想看外国人呢？我分析过，就毕竟我学了10几年的英语啊，就是为了专门学习怎么跟外国人说话。就我为了学习怎么跟外国人说话，我都没时间跟我最喜欢的女生说话。所以当我第一次真的看到外国人的时候，我怎么不想上去酣畅淋漓的来句 How are you 呢？是不是？没有办法啊。然后那个上海还有很多特别洋气的酒吧，就每次路过的时候，别人就会指给我，说你看那个酒吧，王嘉尔经常去的。我说王嘉尔经常去啊，那我就不去了啊，那我就不去了。其实不知不觉来这个上海呢，也已经有1年多了。就我刚来的时候，我真的想都不敢想。我刚来上海的时候，我带的东西都特别少，因为我就是害怕我随时可能会走，你知道吧？我就忍不住脑子里总有那种幻想，就我在家一个人待着，然后突然有人给我打电话，说那个童先生，您这边后面就是不可以继续留在上海了，我这边打电话通知你一下。我跟你说，我肯定问都不敢问，我就说好嘞，我马上就走，东西都收拾好了。对，因为我们外地人就是这样，上海需要我们呢，我们就来；不需要我们自己走。我们外地人辛辛苦苦半辈子什么都不图，就希望上海好好的。我现在来上海1年多了，但是我也没有交社保，我也没有办这个居住证，因为我不敢给这座城市任何的承诺。我甚至都不敢问上海，我们现在到底是什么关系？其实我很早之前就很想来了，就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当时我就特别想来上海，我跟我爸说，我说爸，我以后想去这个上海发展，但因为我们家是安徽人，我爸觉得我太激进了，他说你怎么能一下就去上海呢？
咱们普通家庭哪有那个条件？最多说努力，对吧？你现实一点，你以后去合肥扎根。你要实在想去上海，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实在不行，你去了合肥之后，你自己生个孩子，你让孩子去上海。但我现在长大了，我发现我也没有那个能力。到就算我真去了合肥，到时候我孩子来说，那个爸，我以后想去上海。我说你怎么能一下就去上海呢？咱们家哪有那个条件？最多努力让你去南京。你要是实在想去上海，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啊！你到时候自己生个孩子，你让孩子去上海。但是我感觉可能孩子也没有那个能力，孩子下一代只能从南京去苏州，再去昆山，最后才到上海，就必须要倾注5代人的努力啊！而且必须每一代都是这人，才能最后到达上海，才能换来我们家族的第一个上海人。等到那个时候，我已经在老家活到了120岁，到时候他们把我的后代带到我的床前，我颤颤巍巍地说出了那句我准备了一辈子的上海话。香雾你 How are you？ 其实我特别能理解我爸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老家本来是这个安徽六安农村的，对，也是我爷爷那边的，特别想去这个省会发展，也是经历了1代人的努力啊，最后终于千辛万苦到了安庆。安庆是我们安徽清朝的省会，现在省会是合肥，就本来1代人就可以完成从地方城市到省会的迁徙。就省会一下子改了，中间就出岔子了，你知道吗？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被耽误了。我本来都可以直接去南京的，我现在还要先去合肥。其实我本来也没有说要一下子就去上海，就我毕业的第2年呢，我爸就用家里所有的积蓄帮我在合肥付了首付。我也是准备这个脚踏实地，按照家族的计划，从这个合肥人开始当起。就刚买完那套房，房子跌了几10万。就我当时在家里就特别难受，就本来5代人能到上海的，这下又出岔子了，又要增加2代人，而且我很难活到170岁，你知道吗？我在家里真的特别难受，我也想了好几个晚上，我说那个不行，我得去上海，就不管了，我直接就去上海，我直接买一张高铁票我就去，你知道吗？就来的那个一路上我心都特别虚，尤其是那个高铁，它不是从合肥出发，然后到了南京，然后那个乘务员就说。南京到了，有没有下的？我感觉就是说给我听的。我当时都慌了，我说我爸是不是追过来的？我就听见我爸在我耳边说：“南京都到你还不下？你都快2代人差不多得了。”但我心里非常坚定，我说那个不下。然后到了苏州，他说苏州到了有没有下的？我当时就把心一横，我说我今天不到上海，我绝对不下车。然后最后终于是到了，出了高铁站，我看到大大的上海2个字，我都有点恍惚。我说我怎么一下就到了上海了？就感觉好几辈子都过去了。其实这个段子大家本来是应该要等到170年以后才能听到的，对，但是因为我直接就来了上海，所以你们一下就听到了。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超前的超前点映了。我来了上海之后，我才明白，人是不会被一句话困住的。就我觉得曾经肯定有很多个上海，我都没有勇气抵达，但是幸好这个上海。我还是来了，我现在终于可以酣畅淋漓地说出那句上海 How are you？ 谢谢大家，我是 TZ。来，投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 TZ。说那个火车，就是在说到苏州了，到哪儿了？到南京了，好像在跟你说。我那一刻我就想哭，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一个人就是感觉，可能就是为了心中一个念想，就是觉得我就要到那个地方，这个世界跟我说什么我都不听。也许他们都是对的，但是对的就是我想要的嘛，并不是。他就奔向了自个儿那个点，然后那个点也并不是自个儿的彼岸，什么岸不岸的，他就是想去。就是那一刻的那种义无反顾，让我特别的感动。但是脱口秀主要我想听笑话，还是比上回少多了。上回那个真的好好笑。你第一次那个，反正我个人观点是我整个第一赛段我最喜欢的那个。感谢大老师，那个太棒了。但是这一次我一直盼着能到那个同样一个笑点的这个水平，但是没到。这一点确实我没有拍到。但是说到那儿的时候，我确实觉得哇塞，我就觉得我非常的懦弱，因为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真的去做过一个我想做的决定，但是我真的要就那么做的感觉了。所以
他激发了我的一些热火，谢谢你啊！谢谢老师。哎，梁梁老师，其实从他的这个内容来说，也是有难度的，对吧？是，我觉得 TZ 处理的比较含蓄，然后是比较含蓄的，有一点点讽刺什么的。但我觉得这个外地人的心态我也是很理解的。我觉得他这个段子好就好在它整体是一个很大的假设。但他的要求也比较高，就是需要大家一开始就从这个逻辑进去，然后一直听他假设下去，一直往下翻。如果一开始进不去，后面就比较困难。但我觉得你的稿子写得很好，对，又很符合现实，但是又是心理的一种路径，其实还是挺巧妙的。我觉得可能不同的人会被打中的点不一样吧。就我想到就是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因为出生太偶然了，你生在哪儿它不是由你决定的。那对我来说打动我的点就是我爷爷奶奶当年应该是可能逃难的时候从河南到的上海，如果他们没有来到上海的话，也许我今天也会重复你做的同样的事情，它都是一个生命的偶然。那在这儿上海就不是上海，上海就是一个象征，就是更理想的生活的象征。只是不同的在于，就是有的人碰巧出生就在上海，有的人需要经历可能几十年，或像你说的120年、170年才能够到达那个理想的终点，所以我就会有一些感慨。但是我希望人生就是殊途同归，最后我们都能到达我们想去的那个远方。谢谢卢老师。轻脱口秀没有标准答案，轻脱口秀也没有唯一的路径。有的这段我特别喜欢，有的这段好像并没有触动我，没关系，只要是我们的脱口秀演员享受这次表达，享受这个舞台，并且你的这段表演让大家心有所感，就是好的脱口秀表演。再次掌声送给 TZ。大老师说他在车上的那段很触动他，但是他好像就是不太适合作为一个笑话讲出来，就是不能半沉不沉的那种，像那种湿哒哒的那种纸壳子似的，那种可能不太好。觉得上海在你眼中有什么变化吗？其实没啥变化，因为我的心态始终是一种，就是隔着一层玻璃的那种感受。就我没有说我真的把自己放到一个我跟这片土地就扎下根儿的那种情感上面去，就是老家的根儿已经拔起来，但是上海的根儿又没有扎下去，这种悬浮的状态还是挺痛苦的。我总是想起小时候那个丑小鸭的故事，它只有在变成天鹅的那一瞬间它是开心的，它一旦变成了那个天鹅，它就不开心了，因为它又融入不回去曾经的那个群体，然后它又没有办法在新的天鹅里边找到归属感。而且这对于丑小鸭的父母来说，这就是一个恐怖故事，自己好不容易养大的孩子，最后发现是个天鹅。掉进里头，在别人的口中享受着他们得不到的尊重，把血脉融入这城市的高楼，洋溢着儿女一代一代的命运，就这么延续下去，直到最后忘记了他们，忘记这家人来自他们说我所拥有。就是农村的父母总是希望孩子去大城市，然后对孩子会说你以后千万不要跟我一样，这让我无法理解。难道父母把孩子养出来，他就是为了让孩子跟自己不一样吗？可能是因为我高考是我们班全班第一，所以我爸妈对我有期待，我也有对自己有期待。但是我现在可能理解了一点，就像我的姓一样，我叫童忠，我爸姓童，我妈姓钟。可能当我来到上海的时候，也代表着我父亲离开了那个废品站，他的一半也得到了救赎。我的母亲，她也得到了救赎，就是他们没有得到救赎，但是他们的后代得到了救赎。来，我们来看一下 TZ 得到的票数是可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可以。来 TZ 回到小队。不好看，不好看。马上，这支小队要派出的也是整个我们第一擂台最后一位脱口秀演员，他的表现将直接决定
地三鲜是否能够最终守擂成功？现在肯定得说话，没悬念了，没悬念了。梅西哥哥拿500分。没关系的，我们最后有一个演员就能得230票。哎呦喂，要不说对不对？可以。没戏，300票。来，去年这位朋友我们其实就熟悉了，他讲了那个月子中心跑路的故事，然后今年他带来的是月子中心2，掌声欢迎季烨。大家好，我是季烨。因为刚刚说要讲月子2嘛，去年6月份我老婆预产期到了，月子中心跑路了，我们家被骗了3万5。我在节目上也讲这个事儿了，哎，真不能低估咱节目的影响力啊，1分钱没要回来。当时时间特别急，只剩一家比较贵的月子中心可以选了。经理问我您怎么支付，我看了一眼价格，我说可以首付。但是贵有贵的道理，环境很好，月子餐遵循的都是16+8，16个荤菜8个素菜。你们也是没吃过好的，说实话。但确实太丰盛了，是我懂你们的感受，但我都害怕，我是害怕我的体重变成我媳妇儿的2倍。就她坐月子，我做个棚子，服务也没得说，但是没有必要。孩子刚出生就派人去医院接孩子，2个1.9米的保镖啊！我说这真的有必要吗？会有人来抢孩子吗？不是都没人要孩子吗？我当时感觉我钱白花了，我就是感觉我雇了2个保镖来抢我的钱，仪式感也很足。当我知道所有的服务都标好了价格，刚到门口，工作人员手捧康乃馨说欢迎欢迎，我听到的只有来财来财。我们到了那个房门口，经理说让我们迎接郑雅欣和王继业之子。之子可太神圣了啊！但那个价格可以更神圣一点，经理完全可以从我手里接过孩子，举过头顶啊，那子笨呀！哇哇的吉娃娃！哎，我觉得花了这么多钱，一家人享受就好了，但我们真的很不适应，它太高端了。就我们一家属于误闯天家，像自费参加了1个月的变形记，那儿的生活离我们太远了。朋友们就这么说，我们的月嫂叫 Fiona。我印象中不应该是张姐、王姐、李姐吗？我不理解啊，那都不是像 Lily、Amy、Andy 这样的名字。Fiona 她可能已经过了6级了。就叫这个名字，感觉她有一套自己的带娃方法。我怕她往奶粉里加咖啡，孩子拉裤子她只会喷香水儿。但实际上他很专业。菲欧娜叫这个名字，我都不敢让他干活。要是叫王姐，我可以说王姐，您帮孩子换一下纸尿裤。菲欧娜我会说您坐，我帮孩子换一下纸尿裤。而且月子中心总给我们出难题。入住的第3天，让我给孩子夜读。我说孩子不已经睡了吗？啊，菲欧娜说建议我读英文版的《致橡树》，中文我都没有读过呀。哎，我都不知道怎么翻译。你们知道致橡树怎么翻译吗？致橡树怎么翻译 ？Pull elephant tree。而且孩子真的能读懂致橡树吗？我想改编致橡树。我说致橡树下致橡果，致橡树前你和我，致橡树下做游戏欢乐。你们很有智慧啊！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我老婆说没事儿，你就改编，你就勇敢的吹，大胆的吹。我说你想说的是不是踹呀？是不是？因为那儿默认每个来这儿的父母都是富人，但我们就是普通家庭。但你知道我这个身份确实很让人迷惑。
因为登记身份的时候我说我是山西人，名字叫王继业。很难不让经理多想啊。以致这2个条件能求出什么？他求我再住半年，但我们没钱。我是害怕这里的人看出来，我怕我一些勤俭节约的小习惯会暴露自己，因为月子中心的拖鞋是1天一换。朋友们，真的很想往家拿呀，质量太好了，天鹅绒的鞋面厚实软糯，棉毛的内里回弹饱满。我不是爱吃拖鞋啊，就是我在跟你们描述有多棒，因为以前住酒店我都拿的。我对一次性物品的尊重就是一次性拿走。我的 MBTI 是胡彦斌，我要的全拿走。有歌手在，就是想唱歌。我这也是天赐的声音吧，我这个。哎，月子餐我俩也不敢吃光的，因为我老婆怕露怯，说显得像第一次吃。我说咱不就是第一次坐月子吗？她让我们每顿都要剩一点，她说中午这8块排骨咱们就得剩2块。我说为什么？她说剩1块有点太刻意了，剩3块怕他们以后只给我们上5块。高等数学你知道吗？学吧。但我知道这样不好，但人在那个环境里面就没有办法，我们就想扮演一对不珍惜粮食的 New Money。 而且我觉得有钱人是不会把东西吃光的，是吧？你们想，一个全是金融大佬的饭局上，马斯克会把隔夜蒜苔浇在米饭里拌着吃吗？比尔盖茨吃完鸡翅会一根一根会缩了手指头吗？肉掉地上了，巴菲特噌就捡起来了，说还能吃。别人恐惧，我贪婪。不会的 ，no， ridiculous。菲欧娜教我的啊。哎，在那里想吃麻辣烫，我也不好意思点，我怕格格不入，我怕别人看不起我。你们应该知道是谁。菲欧娜，但我还是要说，菲欧娜很专业，其实把我们照顾得很好。但我是第一次见气质那么中产的月嫂，有时候看她我都在寻思，我感觉坐月子只是我们见菲欧娜的门槛儿啊。你知道为啥不好意思点？是因为外卖到了，前台会打电话通知，说王先生您好，刘文祥到了。我怕菲欧娜误会呀，是咱老家来人了吗？是啊，我说是的，请把刘先生请上来吧，别把刘先生撒了啊。最自卑的那次是月子中心组织了一堂爸爸培训课，我刚进会议室就感受到了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因为我当时穿的就是一件普通的短袖，但他们的衣服有点太上档次了。课上一半我就感冒了，我说被老前锋吹的呀，这是。很难受，当时真的很难受。我低头看了看我的胸前，我说这就是我跟他们之间的 gap。老师还给我们推荐书籍，说各位爸爸们，你们可以看看《何以为父》《海地育儿大百科》《穷爸爸富爸爸》。我说这本书怎么这么刺耳呢？本来我就敏感，我说你点谁呢？啊，我要是不来，你就只推荐富爸爸是吗？但住了20天，我老婆说她都有点后悔了。我劝我老婆，我说咱不就是想追求更好的生活吗？我老婆说是，但感觉咱这个孩子就是含着金汤匙，但是喝着小米粥。我说小米粥怎么了？山西孩子就爱干口碳水，而且咱也是为了让自己舒服嘛，不然我们都没有机会体验这样的生活。我们得感谢孩子。老一辈总说，你知道爹妈为你吃了多少苦吗？我们就跟孩子说，你知道我们跟你享了多少福吗？哎，但我知道我老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我们有能力让家人体验更好的生活，但没法一直为那样的生活续费。经理问我到期你还住吗？我说弃地。
我以为自己能当一个富有的大人，但也只能带他们体验另一个世界的小样。没有什么不好的，哎，我就是想要追求那种踮起脚尖才能够得到的生活。是的，我爱跳芭蕾。重新来一下，我爱跳芭蕾。谢谢。刚刚没收到音，没戏。最后的结尾是我们在月子中心待了28天就回家了。路上我跟我老婆说，我说真的像做梦一样。她一句话给我拉回现实。她说中午你去做3斤排骨，咱们一块儿也不用剩了。好，谢谢大家，我是季，祝你们天开心，谢谢大家，谢谢。来，抓紧最后的时间，投票倒计时。谢谢大家，谢谢朋友们，辛苦大家，辛苦。特别好。季业每回讲自个儿的家里头那种感觉，就特别喜欢，是吧？而且我觉得季业越来越会在台上控制那个劲儿了。对，离开这个就是月子中心之后，现在回到正常生活，还习惯吗？相当习惯，那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呀。哦。其实刚从月子中心回来的时候有点不习惯，因为那2天都得吃甜品，都是想，因为月子中心它有甜品，我就会自己给自己点一些不那么贵的甜品，假装这个填充一下，我们过渡一下。但真的很精彩，就是我觉得听完你这个2.0，当时还在期待说不要结束，想再听还有没有3.0的这个第3集的这个故事啊？没准下一轮就会讲回了家之后会怎么样。哎呦，有哪个点让你觉得哇塞，这个太高端了？这下服务可？我想想，哎呦。有点太久远了，我回忆一下那些奢靡的生活。太奢靡了。哦，我们当时办了一个月子派对。他给孩子发了一个满月之星，就是满月之星只要活够30天就是满月之星，就是很荒谬。我这个跟100岁老人是一个逻辑。然后你知道吗？当时我让我爸妈都去了，他们的月子中心他就在一个房间里面给你办这个派对。他们的什么大区经理，包括月嫂都是穿着这种晚礼服，我们真的就是短袖，就是很咋说呢？你不知道谁在过月子，就是对，就是其实他的那个逻辑是有很多刚刚当爸爸妈妈啊，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满了月子之后，他那月子中心给你很多的情绪价值，对，其实是这么一个逻辑，对，是的，很引人入胜，就是知道有传说中有很高级的，但是经理这么一描述，觉得莫名的产生了好奇，因为季业是一个不论讲什么，你都能够相信他只要上了台，你就知道这个场他一定能给你撑下来。我觉得上一次季业让我特别感动，就是他要把自己声调调，他本来就高，把那个声调调的又高了1个8度，为了把那个场子给热起来。就他每次会作为演员比赛之外的一些责任，他都担起来，那点就特别打动我。然后今天一如既往的内容、表演、文本，都很到位，都很完美，我觉得很棒。谢谢老师。喝点。展现安康，离开你的第3期6点想你，但我不会只说谢谢你照顾过往好像，因为这句话太轻了，我们一切还好，真的。离开你的日子，我们也学着长大，我甚至叫来了我的3个好兄弟。翱翔的时候，像抱住一片云一般温柔从容。那天好像饿了，他们如同你一般。扎根在往好像最初的日子里，用枝叶替他挡住那些他还不会表达的不安。他说敬大家一杯。这个小孩现在就看5块钱如何花3天，胸闷巨直。他们像你一样叫那把下，把所有细微的细节都放在心上，秒不换的那么正好，好像舍不得走。那天好像乐了，他们像你一样熟悉他的习惯，像月亮熟悉每一个潮汐，他们像你一样记得他的笑声。
像母亲记得孩子的心跳。有的人只陪你28天，却让后来的每一天都忍不住想起你。Looking forward to you， 往好想致富体验。来，我们也请岛主和 TZ 回到台上，也请第三仙的3位。等的你啥真团结呀你！相对。来，我们来看一下，季烨在表演结束之后，他个人拿到的票数是。哇，可以的，季烨可以。攻类总分562分，非常遗憾，攻类失败，3位进入待定区。没戏呀，没戏啊！3轮打你们。今天我是拉的，但是就2位老师的表现来说，如果我能顶上的话，其实是有机会的，是有机会。因为当时岛主190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2个都很激动，但是拉完了今天，今天拉夯了，今天还行，今天不错，拉夯了。今天这个稿它不是一个能拿高票的稿，但我很喜欢这篇稿。谢谢哥，你再多说这句话，我马上回去量产。韩子，菲欧娜让我给孩子读英文版的致橡树，怎么读啊？我都不知道致橡树咋翻译。我猜呀，肯定是什么什么翠吧。我也知道是什么翠，但到底是什么翠呢？我不知道什么翠，但我知道这个翠。这个是啥翠？没错，就是沙翠，雀巢脆脆鲨一起脆翻天。知道你压力大，来条脆脆鲨解解压吧。原来是美味酥脆。你说脆脆鲨是不是可以翻译成吹吹鲨也其实不用翻译，靠声音也能让别人听懂。让我们恭喜最高票的第三仙小齐、史岩、瑞瑞在本场站到最后，成为擂主，保留原队，全员晋级。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大飞了，相对，下一场见，下一场见，加油，岛主，加油，走吧，加油，拜拜。还在咱们，还在这个。脱秀和他的朋友们，第3季第2赛段双擂之战上半场已经全部结束了。除了我们的擂主小队之外，上半场其余6支小队全部待定。让我们来看一下待定选手名单。哇，好多200的。现在一共有18位待定，让我们和观众一起期待，在下半场比赛结束之后，究竟还有哪些优秀的脱口秀演员能够成功的晋级第3轮，晋级有实力，经得起大众点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一下本场的晋级名单。再次恭喜小齐、史岩、瑞瑞成功晋级。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养精蓄锐，等着下半场更精彩的表现。接下来，让我们准备开启双擂之战的第2场擂台赛。如果穿越回去，你可能是曹植呢。我就站在你面前，你看我几分像从前。黑白灰、藏青、条纹、破洞牛仔裤上。Sorry。你们试过那个半透明，是塑料制的那种？但是它是半透明。我穿过。哎呀，防到最后还是没防住。在这个群里改名字，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每天我就随机挑一个人，给他1个亿。老师，我们家这样说脱口秀可以吗？对。快乐不整虚的，咱的评价都是真的。感谢帮我们发现好去处的大众点评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1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
颜值即刻鲜满10分，感谢颜值下降但鲜味爆表的海天博颜特约赞助播出。可口可乐益生元汽水，快乐不卡顿。本节目由可口可乐行业赞助播出。乳铁蛋白加乳脂球膜，助力宝宝体质双优。感谢真心守护宝宝成长的美蛋陈兰珍赞助播出。好网络就选中国移动，本节目由指定产品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咔嚓咔嚓，一起脆翻天！本节目由美味酥脆、有料有趣的雀巢脆脆鲨赞助播出。托友全国巡演已经火热开启，打开效果小程序，参与城市许愿，享优惠看演出。6月26日起，周5、周6中午12点正片更新，会员抢先看1周。每周1中午12点，托友日记、大王洞的夏天、围观合宿生活。每周2中午12点，托友好好玩公园，看脱口秀演员的游戏时间。7月23日起，每周4中午12点，离场之后，梁海源对谈托友的视频播客，还有遇见他们第2季即将回归，朋友们请保持期待。你又带着冷笑话出现，幸好只有我懂你的笑点，不用解释，一个眼神到位，不用装完美，做自己才最宝贵。哦，拜托拜托，暂时忘掉一切，想记住你嘴角上扬瞬间，不用想明天，明天还很遥远，不知不觉又和你聊到凌晨3点。烦恼往外跑，今夜有你们真好，这是我们的约定，祝你今夜过得开心，就要朋友朋友哦朋友，就要和你聊一整宿，就要笑声传遍海洋和银河，就要快乐快乐快乐，想要朋友朋友哦朋友，就要感受。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立成传媒、天气通、新浪新闻、腾讯娱乐、GQ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指定问答社区知乎的大力支持。上知乎参与托友3问题讨论，参与知乎剧综圈子活动，解锁惊喜好礼。感谢独家播客合作平台小宇宙。想继续听脱口秀演员们台前幕后的真实故事，上小宇宙 APP 搜索托友3特别企划，一起听见喜剧人的唠友局。感谢脱口秀和他的朋友圈跳海酒馆、水果汤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